大家好，这里是随缘开箱摸鱼测评的月生。今天来开箱一个新玩具风雷可动猩猩队长。这个形态的猩猩队长我还有塔卡拉 Tommy MP32 和 Prime One Studio。风雷可动是 Flame Toys 比较少见的一个系列，他家的铁技巧我很喜欢，都收了。风雷可动呢是我第一次买。视频开始先来开箱看看它表现怎么样吧，视频的后面会有对比哦。盒子不大，给的配件并不多，里面有本体、刀、炮、臂架、底座。官网限定的版本还多一个兽神面具。这个系列既然叫风雷可动，可动性应该是它的一大亮点。头部360度旋转没有问题，腰部也可以水平转。肩部抽出来一点，也有一定幅度的前后转动。手肘可以弯曲，小臂可以旋转。大腿和小腿可动也不错。简单来说，我感觉这是一个低配版的铁技巧。玩具比较轻，大部分的材料都是塑料，只有少量合金。不能变形，但是可动还不错。造型在原作基础上有所改动，更具有机械感。把它和 MP32 雕像放在一起，正好代表了变形金刚玩具的几种常见形式。好比一个天平，一边是经典的变形玩具，另一边是完全不能动的静止玩具。天平的中间有不能变形但是具备一定可动能力的玩具。我感觉这些年这一类的玩具好像有增多的趋势。我之前也做过一些视频，比如3A 的极致系列、Flame Toys 铁技巧啊。这几个玩具的比较，我列了5个指标，画了几张雷达图。图1到图3分别是每个玩具从1到10我心中的分数，图4是列在一起的比较。这些都是我很主观的打分，如果你有不一样的想法，不妨也打出你的分数哦。第一个指标变形，塔卡拉 Tommy 的变形没话说啊，10分给他家的 G1。猛兽侠变形我觉得稍微差一点，我打9分。风雷和雕像都不可变形，最低分1分。第二个指标可动，变形玩具重在变形过程，可动还不错，但不是它的强项，我觉得有5分吧。雕像的造型是固定的，没有可动，一般可以通过替换件进行些许调整，比如换头、换手、脱衣这种不影响整体平衡又方便的操作。兼具细节和可动的非变形玩具，往往对摆造型的追求比较高，在支架的帮助下，可以摆出一些高难度的帅气动作。这一只风雷可动，头、肩、腰、小臂都可以转，四肢也有较大幅度的弯曲，还有可动的手指。我觉得可动可以给到8分。第3个指标外形，这个就见仁见智了。MP32 忠于原作，在原作粉里应该是高分了。我个人不是很在意还原度，单纯看颜值的话 ，MP32 没有很吸引我。风雷在原作基础上有一些魔改，看起来更加机械，更加帅气，我还比较喜欢，给了8分。P1S 嘛，它不是漂不漂亮的问题，它真的是那种很少见的那种毛发如此生动形象的猩猩队长，有一种既原始又科幻矛盾的野性的感觉。有的人可能接受不了，就像大侦探皮卡丘里面有毛的皮卡丘。雕像的底座上还有丛林的场景和一只被打败的黄蜂勇士。整体外形方面我觉得还好，虽然比起他家其他机甲类的雕像略有逊色，中规中矩吧，给6分。一句话来说 ，MP32 最还原，风雷最机械，雕像最野性。第4个指标涂装，涂装的差别我举3个直观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了。一个例子是毛发的处理 ，MP32 就是一块光滑的塑料，通过上色的技巧来弥补毛发的感觉，这种哑光的质感，说实话效果还不错。风雷可动则是用波浪的形状来模拟毛发，上色其实感觉还不如 MP32 呢。而 Prime One Studio 使用宝丽石雕刻，这样的毛发可以称得上是栩栩如生了。另一个例子是装甲 ，MP32 的腿甲有很重的廉价塑料感。风雷呢，灰白零件有金属光泽，机械感十足。P1S 的雕像色泽饱满，旧化明显，突出一个真实感。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武器 ，MP32 是厚厚的塑料小刀。
凤雷的塑料刀带一点金属光泽，刀刃较薄，而雕像的宝丽石刀细节满满。炮也是一样哦。中和以上 MP32 虽然外甲拉垮，但大面积都是毛发，而毛发的哑光效果还不错，整体来看还可以，我给5分。凤雷正好相反，毛发涂装不太行，但铠甲多且涂装细致，我打6分。P1S 质感和旧画都很赞，可能由于星星队长身上大多是深色的毛发，铠甲并不多，整体看起来并不算特别惊艳。底座上的黄蜂勇士甚至还更精致，我给9分吧。最后一个指标，性价比，这是我综合考虑了原价、玩具的质量、入手难度、保存和升值空间的个人想法。MP32 是以前出的，现在基本涨了1倍了，性价比给10分，不过分吧。雕像最贵，官方定价是999美元，大概相当于8个 MP32， 6个风雷可动。雕像的需求量就小多了，但也有它小众的圈子。而且雕像一般比塑料玩具能保存更久。P1S 又是知名的雕像大社，这一只星星队长的性价比我给7分。风雷可动是新出的，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系列。无法变形，很少的合金，不算特别出彩的涂装。说实话，感觉有点对不起175美元的定价。这一款玩具的受众应该就是很喜欢它外形的人，性价比给4分吧。3个玩具的雷达图放在一起，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MP32 左下角的变形和性价比已经近乎登峰造极了。它的缺点在于外形和涂装略微粗糙，摆姿势比较简单。从图来看，风雷可动和雕像都在 MP32 不擅长的右侧指标上有所发挥。风雷主攻的是外形和可动，雕像则是在涂装上难逢敌手。当然，这些只是我个人心中的分数，非常主观且业余。犹豫买什么玩具的朋友，不妨根据自己的喜好打个分。不能变形还是变形金刚吗？这是变形金刚迷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。我觉得吧，不同玩家有不同的口味很正常。厂商能提供不同的玩具，选择面广了，未免不是一件好事。喜欢变形的朋友，变形玩具是你的不二选择。如果你追求的是气势和细节，雕像绝不会让你失望。想要精致外形又兼具把玩，这种可动的非变形玩具可以试试哦。以上是我的一点收藏，说的也只是一家之言，欢迎大家讨论。我是业余的收藏玩家月深，下次再见喽。